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欢迎收看《主望云霄》。最近呢，莫斯科航展上展出的俄罗斯最新一代隐身战机苏75非常引人注目。但是在航展期间，又有媒体爆料呢，俄罗斯不仅在开发苏75，还在研制一款新型的隐身战机。这款隐身战机呢，它的用途主要是舰载，作为未来俄罗斯的舰载战斗机的一个可行的选项。其实呢，2017年就有消息透露，俄罗斯在和其他中东国家联合开发一款中型的隐身战机。这款隐身战机呢，据说是在米格29的基础上改进改型而成的。那么从最近媒体报道的这款战机的模型看，它和米格29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共同点当然也有，那就是双发中型战斗机，但是在设计理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款战机呢，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两侧进气的方案。那么从外观看，它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而且呢，和中国的歼20非常像。这呢，就让我们想到了当年的一个新闻：歼20首飞成功之后，一位俄罗斯的航空专家不服气地说，歼20和米格144非常像。那么米格144也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那么歼20也采用的压式气动布局，因此歼20是参考米格144研发的。其实这个所谓的航空专家非常外行，因为采用压式气动布局的战机多了去了。凭什么说歼20抄袭了米格144？其实把这两款战机摆在一起，你就能看出它们的不同点了。歼20采用的是两侧进气，而米格144采用的是腹部进气。压式布局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无论是前翼还是主翼，甚至是尾翼，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米格144可以说一点都不隐身，它的两个垂直尾翼基本上是垂直安装的，而不是像歼20那样张开一定的角度。V 字形尾翼和两个垂直尾翼相比，雷达反射截面要大幅度的降低。就机翼而言，它们的差别也很大。那么现在苏赫伊设计局的老对头米高扬设计局推出的这款中型的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呢也跟歼20趋同了，它也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那么是不是呢就能说米高扬设计局搞的这款中型多用途的舰载战斗机模仿了歼20呢？当然也不能完全这么讲，起码它参考了歼20的设计，甚至呢很多地方两者确实有共同的地方。当然歼20战斗机是重型的隐身战斗机，而这款米高扬设计局刚刚推出的新型舰载战斗机，它是中型战斗机。从外观上看有相近的地方，在使用功能上应该说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最近些年呢，米高扬集团在战斗机的发展方面呢，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一直在吃老本，在米格29的基础上改过来改过去，结果国际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少。要想扭转这个退势，它就必须开发全新的具有隐身能力的战斗机，不管是舰载机还是空军型的岸基飞机。那么它有钱干吗？目前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俄罗斯已经搞了一款单发的隐身战斗机苏75，米高扬设计局再要搞一款双发的中型隐身战斗机，二者是冲突的，因为它大小吨位功能都差不多，因此它的设计目标必须有所调整。一个和国外合作研制，再有一个瞄着海军，主要为俄罗斯航母设计一款隐身的舰载机。这样的话呢，二者就不冲突了。经费呢，恐怕大部分来自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比较有钱的中东国家，这个项目最终呢才能够推进下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俄罗斯有两款中型隐身战斗机的方案了，最终他们是竞争关系还是协作关系，现在还不得而知。如果是竞争关系，最终
鹿死谁手还不好说，但是从前景看，米高扬设计局困难更多。因此，这种新型的具有隐身能力的鸭式战斗机最终能否搞成，我们还要等着瞧。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